学弟，不好意思，学弟，我们直飞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学姐你离职了啦。学弟后台菜了，巴厘岛见。好，辛苦了。你喜欢飞机吗？你喜欢坐飞机吗？我喜欢搭飞机。好喜欢。我去巴厘岛，好喜欢，一转再转。对，3、4趟没问题。去个新加坡马上就到。对，航空迷啦，应该的吧？太棒了，我们可以直飞到巴厘岛。昨天半夜大家还在很紧张 loading。我们总是要捡最后的空位嘛。直到昨天为止，我看巴厘岛定位其实都还是非常的满。其实我已经把所有要转机的票都开好了。小刘他们一家呢，因为他是我学弟啦，不好意思，小刘要麻烦你们转机了。这一次我们准备的网路一样是微讯的 eSIM， 可以再次跟大家讲解 eSIM 的好处。不需要换网卡，它就只要直接扫描 QR code，它就可以直接换网路。微讯也跟着我们玩过世界好多地方了，我们会选择微讯，就是因为它的官网有好多选择国家的方案，出国的日期也都非常的弹性，方便设定。当天出发前你直接购买就可以马上收到它的电子邮件的 QR code 了，超方便的。所以就算我们今天要到别的国家转机的话，我们其实也 OK， 因为我们立刻订网卡，也会立刻有 eSIM 可以使用，马上操作一次给大家看。通常我们都会在台湾还有网络的时候就先完成设定，然后到当地就可以立即连上网络。有时候速度快的话，你甚至一落地就可以把飞航模式关掉，然后在飞机里面你就可以连到网络了。我现在就处于一个正在连接网络的状态，那它现在呢是用台湾的网络先连到这个 eSIM 之后呢，我们到国外就可以切换成国外的网络。记得台湾的网络你要把那个数据漫游关掉。像我这种3C 大魔王很容易就操作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对我而言最安心的，它还是24小时的真人台湾客服，提供最完善的售后服务。现在超级适合揪团购买的，因为现在2件9折，4件有88折的活动。安装好了，我们当地见。怎么有办法从第2航厦一路跑到第1航厦？你真的体力很好哎。等一下还有一个惊喜要给小小李，因为这班飞机飞到巴厘岛是 Hello Kitty 机。你有看到飞机是什么飞机吗 ？Hello Kitty 的飞机。Hello Kitty， 对，有没有很可爱？这里有 Hello Kitty， 还有哪里有 Hello Kitty？ 这边吗？你有喜欢 Hello Kitty 吗？现在已经可以把飞航模式关掉了，我们来看看究竟连不连到网路呢？巴厘岛，手机没有打开，马上有讯号了。eSIM 就是这么方便，我现在人都还没下飞机哦，超扯的吧？抵达巴厘岛了。我要再分享一个 eSIM 的好处，我这张卡片被盗刷，然后我忘记我的 Grab 里面是旧卡片，我就先输入了新卡片，可是呢，它会需要用简讯认证。eSIM 的话，我同时用原本 SIM 卡收到简讯哦，这个也是 eSIM 的一个大好处。因为你在国外买东西，信用卡需要简讯的认证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方便。你也不会漏接电话，如果对方硬要打给你的话，你是接得起来的哦。我们刚刚还在讨论，我们这次来巴厘岛真的是零行程，我们订了一间 villa， 然后一间度假村的饭店，再加上我们2个又是超级P人，P到不行的 P。我的想法是呢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先入住之后，因为住水泥样嘛，先去逛大街，然后找附近厉害的餐厅。然后明后天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饭店有没有 tour。第一次来到巴厘岛，我们已经 check in 完了。它是在水明漾的一个市区，我们大概走5分钟就可以到达逛街的地方。订的是一个 villa， 等一下来开箱，里面还有公布价钱。服务人员非常的热情，相当的热情，他对我们非常的好。来开箱我们今天住的 villa， 我们一进来之后呢，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泳池，这边是浅的，然后一路到这边可以看得到那个线，其实它会到蛮深的哦，就是这种 villa 的感觉，是不是你想象中的巴厘岛？对，就是这种。太兴奋了，他现在要直接下去泳池玩，所以我们决定，我们连泳裤都不要让他穿，就下去泡泡水，然后起来之后就擦一擦。他是太兴奋了啦！整个外观的装潢做的也很好，它是木头的包装。现在进来客厅喽，有一个超级大的开放式厨房可以让我们做使用，沙发、电视。刚刚有确认过了，这一些饼干是要钱的哦。这边的水还有咖啡、茶包免费提供的，剩下后面酒要钱。大冰箱里面的甜点是他提供送给我们吃的，旁边的果汁还有 soda 也是提供给我们吃的。卧室的部分间就是一张加大的双人床，然后还有一间超大的浴室，我对这浴室很有期待哦。浴缸也蛮大一个的，连浴室空间都做得这么大，然后甚至有一点金碧辉煌的感觉，我觉得这间不错哎。弟弟因为他
他还太深了，所以他只能在楼梯那边玩。好可爱的画面。我们订的这一间呢是5000块台币，含明天的早餐。在众多的 villa 里面呢，它没有算特别便宜、特别划算的价格，但是它离水明漾的最热闹的那一条街，走路大概只要5分钟。刚刚就临时抱佛脚查到了一间很厉害的餐厅，大家评价很高。今天呢，除了是父亲节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詹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快乐妈妈，谢谢你。这一车一快乐，这车一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哦，还中音切换呢哦！大家等一下就跟着我们的节奏，盲目的探索水明漾的这一条街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订到的 Villa，The Claremont Luxury Villa， 对面就是一间 Mart， 非常的方便。各位，推娃娃车超级不适合在巴厘岛的人行道上面走的，越过山丘，很可怕，这很难推。不要觉得这边很繁荣，这边就是水明漾最热闹的一条街。这条街上面就是有酒吧、逛的商场都在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这边，又是周五晚上，应该人会很多。看到什么就去逛什么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多。衣服、鞋子、包包、泳衣都有，还蛮好逛的，对不对？感觉还不错。这间咖啡厅它就是这种阶梯式的，然后你可以对着外面喝咖啡。这条路走到底，我们就会来到了这个是 Seminyak Square， 旁边有个室内的商场，它有 H&M， 我觉得应该已经算是巴厘岛数一数二繁荣的一个商城了。其实我觉得这边卖的东西就是有跟泰国有点大同小异的感觉，就是棉麻材质的衣服，热带城市的花衬衫。45分钟1个小时的空档，我们就找到旁边走路1分钟有一家按摩店，它可以按半个小时，看起来环境还不错哦。30分钟的按摩大概300块台币左右。我不要按摩哎。你不要按摩，对啊，那你不要按啊。但是我还没，但是按摩会长高啊。那我回去我帮你按。享受这个30分钟，我们刚刚也走了一点路了。其实但没有很按摩，它是硬被我拉来的。我们在按摩啊。弟弟，你去哪里？你跟阿妈说。我去发现了一个也有骑。我们现在在巴厘岛。我是在巴厘岛，这啊。你怎么把阿嬤留在这里？因为我忘记了。有种脚很轻盈的感觉。你懂了是不是？还是很痒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点累。当你习惯了之后，那个痛感会变成舒服感，那个痒感也会变成酥麻感。距水明漾那个大街走大概10分钟左右，就会来到这间 Boy and Cow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这间餐厅了。首先就先给我们一道看起来很厉害的面包餐盘，它应该是那种很干的硬面包吧，越咬越香，有那种老面的感觉。那个牛排看起来超级厉害的，5分熟的色泽也非常的漂亮哦，它不会到很咸的感觉，它的焦香味还有那个熟成的那个牛肉的香味哦。老婆你真的很会点，芦笋也是你坚持要的，芦笋好好吃哦，整根都是炭香味。2个牛排吃下来，我自己觉得热眼表现的比较好，沾热眼是煎7分熟哦。但它的7分熟不会到熟透，你不是特别爱熟肉的人，你点热眼7分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这个是沙朗啊，油脂没有热眼那么多，所以我觉得点5分熟的话是刚好，因为我觉得它这样咬起来肉是刚刚好的，不会柴。但如果7分熟，我很怕它会有点太柴、太老掉的感觉。整体而言，这间店给过，非常棒。老公父亲节快乐，老婆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， 弟弟一起唱啊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。哇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还好现在大家都已经离开了，我们哀人呢，我们哀人呢。你要说开开心心，健健康康，好吗？好，第3个愿望妈妈还不能说出来。好，耶，生日快乐！可以放在礼物给你。谢谢你。哎，好吓人哦！怎么还有？那就代表还有一个愿望。哎，他又来了，你看看，他又来了。吹掉，又要来喽！弟弟又来了，哇，我们这样吃了300万呢，折台币大约是5500。我自己是觉得，以我们吃的这个饱度，还有它以那个牛排的品质，我觉得它就是好吃的牛排。我不会为了它回来巴厘岛，可是我来巴厘岛会想吃它。
我这样说对吧？对。然后我们这样吃下来，我觉得吃的好像比我们在教父或者是 Robbins 还要饱，因为菜色有更多样化一点，分享给大家，而且员工超级热情。大家早安！住在 Fila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干嘛？没错，巴厘岛第2个早晨，天气也是非常的好，在 Fila 里面有一个私人的泳池，真的超棒的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子，我们在迪卡侬买的，超级便宜，我记得是不是39块还是69块的那种便宜啊？因为它很爱，然后我们后来就会把它到处带，我们已经到台中啊，然后甚至冲绳、夏威夷都有带它，这个价钱可以这样重复利用，超级便宜。1、2、3，耶！耶！开箱一下今天早餐：印尼炒饭、美式大早餐、pancakes 松饼、酪梨吐司。你看这个小孩有多享受，在旁边自己插着香肠，然后还配着 iPad， 怎么会有这么享受的宝宝啊？好羡慕哦！从我们住宿大约走15分钟的距离，来到了这间 KIOA。我们纯粹是在 Google 上面看到，觉得好像蛮漂亮的哦。4.9颗星，有500多则的评价，看起来不错。这边的室内其实是这种电风扇，然后半开放的空间。刚刚问那个老板，请问这些鱼是不是可以喂？他就拿了一盒鱼饲料送我们呢。弟弟他现在突然有一点发烧了，等一下直接回饭店，先好好休息，好好睡觉了。我们今天就没有要排行程。其实我觉得弟弟的活动力还算好，因为他刚刚还是有开心在喂鱼啊什么的。好好睡一觉之后，可能后面2、3天都要待在饭店了。对，看弟弟的那个状况怎么样。抵达了 Hilton Bali Resort。Hilton 系列的，它是一个度假村，它是在巴厘岛的东南部，它有一个沙滩，整个氛围是跟市区的那个 Fila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没有来过巴厘岛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会希望可以住在 villa， 就是私人的 villa， 一间一间一间。因为巴厘岛就是这种印象，这边其实离市区也有一点距离哦，坐车坐了50分钟左右。如果你是很爱跑行程的话呢，这边不适合，对我来讲会太远。金额的话其实蛮贵的哦，一个晚上是7000元台币。我们订3个晚上，所以总共是2万1，有包含早餐，整个度假村的游乐设施，包含还有滑水道啊等等都可以玩。就来开箱看看一间晚上7000元的饭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毕竟是巴厘岛，这个价钱其实算是贵的。你有听到他一直他的饭店网络很差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不 care，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连网络，因为我们有 eSIM。到现在为止，网络超快的，也不是很临时要置入，因为我们这几天用这个网络顺到不行，视讯也不会累。download 的速度呢是24 MB，upload 是7 MB。不论你要出哪一国，你可以上微讯的官网，真的很多选项。那包含我们这次来印尼巴厘岛，用微讯完全没问题。我甚至在飞机上就已经有网络了，然后到这边网络也是倍儿棒。基本上我们这一次给服务员的小费1万到2万，我查ChatGPT，他就建议我这样给。大家算印尼盾，我自己去掉后面3个0，然后乘以2，也就是1万块的话就是要20块左右，2万块就40块。现在就来开箱一下我们这次的房间。进来之后，旁边就是有置物柜、浴室，这里有一个大浴缸，连接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是透明的玻璃，不过有窗帘可以拉下来啦。这边有一个分开的淋浴间，3罐水。出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连身镜，这个很好。房间这边看起来是2张超大的单人床去合成的一张更大的双人床，所以它比 King Size 还要再大。这里有一个贵妃椅，外面的椅子也是很宽敞很大的那一种哦，可以望到远方的海。晚点去开箱公社给大家看，好扯哦！它下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泳池，那个应该是人造的啦。后面那边感觉是私人沙滩哦，就是真的连接到海洋的。Hello， 经过了千山万水跋涉而来的几位同事们，你们都还好吗？我们约晚上10点酒吧。你有坐飞机了？有，我有坐飞机，我昨天就到了。那你来这里吧。金到现在还没有到。刚 landing。坐飞机还顺利吗？他们超顺利的，他们直飞耶。对，辛苦了，是你们比较辛苦一点。希尔顿度假村这边，我觉得它的沙滩还有泳池非常的适合小朋友玩的，因为它这边做了一个人工的泳池，所以是完全没有浪的，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玩沙、玩游泳的，完全没有要排行程。在这里啊。真的是很批耶！就晚上这个海边的风也蛮大的哎，夏夏也在这边玩沙，也是玩得很开心的。说真的，我觉得非常的有度假的氛围，跟昨天的 Fila 比起来，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海岛的放松感更深更重。
而且感觉比我们去夏威夷住的还要在，因为它就是更靠海边，更有那种哇，我就是来这边耍废的感觉。我要来解锁第一次跟弟弟的夜晚踏浪了，哎呦，小心哦！弟弟，你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如果身体比较好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玩了，知道吗？还有那个腿。对。哦，太好了。现在时间晚上10点左右，小朋友们都已经睡觉了，然后我们同事们、爸妈们，我们准备要去1楼的酒吧来喝一杯，毕竟难得在这边嘛，辗转过来了，不论是直飞或是转机，真的辛苦大家了。换个地方，大家喝个酒聊聊天是非常享受的事情，这也是跟同事出来旅游最大的乐趣。Hello， 这位是同事 David。这个酒吧很赞哎，它直接在海岸线岩石的旁边，这边是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。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有说好，班机不管再满，大家都一定要10点，8月9号在酒吧见，达成了，巴厘岛，多子多孙。大家早安，小小李的状况呢？昨天就是反反复复的发烧，今天早上5点起来睡不着了。饭店的诊所是8点开，所以我们现在准时来 clinic 这边报到。目前来讲，我觉得幸好我们订到的是这家度假村，因为它设备非常的齐全。带小孩出门的药一定要带着，安佳热啦、伊普芬啦，对，那都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咳嗽、鼻水嘛，然后还有发烧的药，然后还有退烧的贴片也可以带着。退烧贴片，我每一次都有带，就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带到。不过印尼订得到我们 Grab 得到。温度计也要带，因为额温枪我们每一次都会带着。好，以上是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这间饭店呢是有诊所的，我们在等他的诊所的员工到。看完医生了，是一个很亲切的小姐。不过她也说他们这个饭店其实没有太专业的医疗，她就是简单的帮我们判断症状。还是有一种就是开箱在国外，遇到突发状况，那当地会怎么建议你怎么做的感觉。最重要的就是网络要够通畅。我们几乎没有讲话，我直接打中文，然后翻译出印尼文，然后他打印尼文，他翻译中文，我们这样子沟通。今天早餐我们在这间餐厅非常的气派哦，空间很大，而且有室内和室外，旁边还有很厉害的喷泉造景。哇，这个早餐几乎已经是中餐 buffet 的等级了哎，超级夸张。我这样也没在跟你开玩笑哎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好扯哦！我觉得这应该是我遇过最厉害的 buffet 早餐了，高级感真是做满做好哎！你看现煎的法式吐司，超赞的，就是它的卫生条件做的都很不错，而且像这种甜点类还是有专人拿给你。早安早安，洋洋早安！这一次我们会来住这边，就是小刘跟我们介绍的，因为他上一次来住过了，觉得非常的惬意，然后强力推荐大家再来这边耍废一下。觉得 CP 值很高哎。小朋友们早安！早安。早安！小小李来。小小李在睡觉了，他身体不舒服。你们要玩得很好玩，要玩给小小李看，叔叔会把它录起来，小小李就可以透过电视看你们玩得很开心，他就会想要再来了。不要吃到什么很苦的东西。婚姻吧，蛮苦的那种。你的婚姻很甜腻，好不好？你的婚姻跟蜂蜜一样甜腻，好不好？不要咯咯咯啊！我现在准备要来开箱我们在巴厘岛这个很厉害的度假村。Hello， 你们都已经玩过滑水道了吗？你要对自己说话哦。你们都已经玩过滑水道了吗？蛮好玩的。真的还假的啦？好紧张哦！一点都不可怕，你试试看就知道。所以因为我被你们搞得很紧张，你们好像讲的好像没什么怎么样，可是真的没怎样，你看我陪你邻居啦。为什么会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啊？为什么啊？你们这样搞得我好紧张哦，到底是怎样？还是我们要抱着下去？这样好像也蛮浪漫的啊，最暧昧的那种。好，脚还要夹紧。你老婆可以吗？他已经允许我们这么久了。哇，太帅了吧？是这样子的吗？干很快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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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剪刀石头布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第一个。我觉得有点可怕哎。要去，go！我看。这度假村真的超好玩，它前面还有投篮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排球区，人造沙滩可以给小孩子玩，玩起来也不会黏。刚刚玩的那个滑水道，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吧？真的是太可惜，小小李今天身体不舒服了。他这次没有玩到任何东西的话，我下一次还是会带他来玩这一间一次。
放松的妈妈们，仰视服在这边，这是一个5岁小孩该有的表现吗？你可以再表演一次吗？你会不会太舒服啦，小姐？在这边是超级耍废模式哎，爸爸妈妈们完完全全是没有人在下面顾的哦，小孩就是这样自成一局。不要，我要逃走了！不要！啊！有点像飘飘河吗？但是它很宽敞，然后住1楼的人甚至可以直接走楼梯下来到这个泳池。下一次我也要住在1楼的房间。巴厘岛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 villa 嘛，但我觉得住在度假村的话，完全跟 villa 是不一样的感觉，两个都应该体验看看。水上完之后，我们去开箱 Jungle Kids Club 儿童游戏室，好像也非常厉害哦。水上活动玩完，直接来 Jungle Kids Club 画画，加酒可以让小朋友玩乐高。最厉害的是这边有陪玩姐姐们哦，有一个门打开来可以到户外，这地方不用穿鞋哦，因为它旁边就是进来之前把沙子洗掉就好了。世外桃源的小空间呢，真的叫做 Jungle Club，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丛林感，溜滑梯给小朋友攀岩的，很高的这个吊桥，小朋友在上面钻来钻去，树洞啊，跳床，小朋友的最爱。亲子公社做的相当的齐全呐，还可以做风筝，超可爱的。写你的英文名字。做好了自己的风筝之后，准备要去外面放了。星期1到日每一个时段都有不一样的活动，真的好可惜哦，小李他真的是身体不舒服，我再带你来一次。走着，我们就来到希尔顿的沙滩，现在天气非常的好，我们来放风筝。这应该很好放吧？来了，没有，一下就放起来了。哇！有，很厉害，人民成功了，超级放电，保证小孩回去全部睡翻。因为我们现在决定想要提早1天班机离开，然后想要提早1天退房，我现在就来柜台问说，我已经预付3天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退款1个晚上？然后他现在在帮我询问，因为我们是透过 Booking.com 去订房的，可以或不行也没差，我只是来问问看。其实他们做事还蛮谨慎，他也会跟我确认说，我是为什么原因 check out， 如果是 refundable 的话，那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小孩生病了 ？So all good。Thank you very much, thank you。因为我今天有去诊所就医的记录，然后还有 WhatsApp 上面的对话记录，他愿意给我们退款。我觉得目前为止遇到突发状况，真的很幸运的都是在我们能力所及可以解决的范围内。身为一个常常旅游各个国家的人呢，也觉得可以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，不论是退款或者是遇到小朋友生病，你要怎么应对，我们分享我们的经验给你们。然后我现在不是要回房间。我要去跟小刘还有 David 他们喝酒。我要回台湾了。这次一起玩太少了啦。要约谁都可以一起来，没有问题。带小朋友真的很适合住这种 resort 耍废在里面。对啊，吃喝拉撒全包。Cheers。心好累。我们连续3次出国都提早回去了。第一，有台风，12号登陆。第二，弟弟的状况他完全没有办法玩，那他的体力是 OK， 一直反复发烧，反复的低烧，没有到高烧。就我们的经验而言呢，他就是多喝水、多休息就好了。但是绝对就是没有办法下去玩。家也很燥，在房间里面顾了小李一整天，让我可以去开箱这个 Hilton 的所有公社。虽然我没有跟我儿子玩，但是跟那些小朋友们玩得也很开心啊。儿子之后再带你来玩一次好不好？大家晚安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提早1天要回到台湾，这个是我们第4天的巴厘岛，我们已经在机场了。我们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趟的游记，食衣住行，从吃的开始。印尼是你第一次来，我吃不太惯这边的食物。说真的，我吃最惯的就是在希尔顿的早餐。但我们吃的那间牛排也不错吧？哦，牛排也 OK， 牛排就是很美国人的口味。那衣服的话呢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是8月来，就不用说吧，巴厘岛就是一个超级热带的地方，穿上你最清凉的衣服。住，我必须跟大家说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度假村我很喜欢度假村就算我没有去玩，但是我看到他们其他人 po 的限动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很漂亮所以我很期待你这次剪出来的片会怎样，因为我没有参与到。我觉得这次开箱这个度假村真的很棒，给大家，然后也会加强我之后来巴厘岛就只想要住在一个度假村的欲望。行的部分呢，一定就是叫 Grab。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网路一定要很顺畅，包含我们这一次的订餐啊。我订完之后，他就留我台湾的手机号码，然后他用 WhatsApp 跟我沟通。因为使用 eSIM， 所以我台湾的手机是接到简讯的 ，WhatsApp 的认证是还在的。印尼很习惯用 WhatsApp， 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订餐，然后
Fila， 然后还有希尔顿，全部都是透过 WhatsApp 跟你沟通。你台湾的手机号码，我觉得要在，包含你的刷卡，你有时候会有银行的认证码，很重要。你要是没有收到简讯的话，那就刷不过了。大家记得出国使用微讯eSIM，不论是在叫车啊，或者是我们也有视讯啊，或者是查询很多的资料都非常的流畅，速度很快。你下次还会带我来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你很该来，因为这边就很棒。这次我玩到的东西，我都觉得你没玩到，好可惜。因为我这次不是庆祝生日，是生日逃难。最近看我们的就是出国游记啊，好像都是在看我们就是逃难，然后辣茶，然后落汤鸡。下一趟就不要了，好吧？我们下一趟预计是美国，很期待，很期待。那最后搭什么班机，我们就在片尾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。我们搭上直飞的班机啦，华航，刚好有空位，我们3个还可以一起搭。原本还已经做好了，我们一定是妈妈带弟弟先回去，然后我要自己转机的可能。没想到华航居然有3个空位，太棒了！谢谢华航。